好的，朋友们，今天老 K 一高兴又做了3个视频，除了现在这一个，还有赛前预测那一个，另外还做了关于荷兰队主教练罗纳德·科曼的纪录片，可以说含金量极高，极力推荐大家去看。那么老规矩，希望您先点赞再看，养成好习惯。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钟爱、点赞、分享、评论和热推，感谢您的订阅。那么今天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这场球，上半场就已经完全的压制成功。老 K 带着儿子在北美踢球，我们也经常跟美国的队伍打。最大的感受，美国的小孩特别重视健身房的力量训练，所以现在美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点类似。很明显，尤其是他们场上的黑人那种速度、力量、压迫感。今天美国队是延续了首战巴拉圭的计划，而澳大利亚很明显准备不够充分，经常在自己的半场被断球或者被迫匆忙的出球。美国队通过不断的高压，不断的回收球权，并且发动2次进攻，这就非常的危险。现代足球最容易进球的方式就是2次进攻，而老 K 也说过多次，现代足球强队和弱队的区别就在转换 transition 的阶段。那么澳大利亚的3中卫体系本来首战是顶住了土耳其的狂轰，但这一场3中卫完全限制不住巴洛贡，被巴洛贡多次找到空间。第一个球就是他从左侧强行突破后制造了博吉斯的乌龙，这个球能看到黑人球员的身体素质、运动能力，尤其是运动能力。美国队在上半场的控球率高达70%，射门9-2，而澳大利亚这边主教练波波维奇让伊兰昆达做替补，这引来了他们国内媒体的集体批判，尤其是球输了，那说什么都没有用。但老 K 盲猜波波维奇的意图呢，是上半场先守住，60分钟之后再让伊兰昆达上来冲一下，说不定就能起到骑兵的作用。但没想到上半场就被打了个2-0，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且澳大利亚首发了维鲁皮莱、马修莱基，也显示出上半场的意图是偏保守的，想通过防守属性更强的边路球员吸收掉美国的压力。想的是挺好，但足球这个东西拿脚说话，实际的结果是上半场根本出不去球，非常困难，缺少推进的爆点。而波切蒂诺无疑是世界级的主教练，他将4-3-3调整为更接近3-5-2的结构，用佩皮和巴洛贡双前锋压迫澳大利亚的后场，同时让后防线能从后面控制比赛。但波切蒂诺说，胜利不只是来源于阵型的变化，更多是来源于开场高压的态度。第一波压迫就是佩皮和巴洛贡迫使对方只能长传，所以美国队今天开场表现出这种压迫和侵略性，让老 K 想到了2战德国希特勒一开始的巴巴罗萨计划。现在佩皮和巴洛贡第一次在波切蒂诺的任内一起首发，这2个人此前合计登场只有187分钟，但美国队就在这些时间已经打进了5个球。所以为什么在普里西奇确诊以后，波切蒂诺并没有简单找一个边锋来代替，而是改用了双中锋的压迫，效果非常明显。而且他们主要的攻击手段不是那种慢腾腾的控球，而是直接通过边路的冲击和前锋的压迫，快速的制造局面。左路巴洛贡的突破制造了第1个进球，右路德斯特又频繁的前插，并参与了第2个球之前的射门。澳大利亚是根本就挡不住德斯特这一侧，并且在内部区域的利用上，美国队就像是利用双前锋先牵制住对方的中后卫，再让自己的边翼位和边后卫获得纵向推进的空间。佩皮和巴洛贡真的太强了，就像双管炮一样，不断的压得澳大利亚的中后卫和边中卫之间的区域越来越大，澳大利亚的5后卫被反复的拉扯。而美国队很明显，他们希望自己的球员能够不断的交换位置，不让对手有固定的参照物。从战术上来说，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上半场澳大利亚的防守站位如此的混乱。老 K 过去其实不太看得起波切蒂诺的执教，这是因为英超的水平太高了。可这一次在世界杯，波切蒂诺在美国队真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把一支球队带得这么好，进攻如此流畅，这才是真正大家想要的现代足球的高位压迫。前场就地反抢完成断球之后，3到5秒钟之内就要形成一次有效的攻门。中场球员，美国队跟跑不死一样，这种覆盖面积，对方几乎没有推进的路线。毫无疑问，美国队很可能是本届最大的黑马，并且他们还是东道主。赛前老 K 说过，一届世界杯，特别是东道主的表现和国运休戚相关。现在川普当总统，到底美国队会怎么样？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波切蒂诺无疑是展现了过去在 NBA 教头那里才可以看到的不断的科研精神，结合自己球员的特点，
各种变化千奇百怪，但万变不离其中，那就是压迫，压迫，压迫，快快快！想想当年的热刺，有哈里凯恩，有孙兴民，有波切蒂诺，还打入了欧冠决赛。如果列维主席能多投点钱该多好啊！今天能看到美国队如此的观赏性十足，中前场就不断的在轮转换位，几乎每个人都能拿球，每个人好像都是持球点，两个边翼位高速前提插上，从头到脚，这就是一个非常锐利、非常年轻的队伍。想想之前波切蒂诺在切尔西待的那一段时间，球员的进步也是肉眼可见，所以他确实是属于那种教人踢球的好教练。就这一点来说，跟穆里尼奥还真是两个极端。穆里尼奥带球队成绩很好，但总是在第三年崩盘，而波切蒂诺这种教人踢球类型的主帅，球员在他手下就总能够不断的进步。但问题就是在欧洲足坛俱乐部层面，波切蒂诺的荣誉太少，所以各有利弊，各有好处吧。那么2连胜之后，美国队已经提前出线，而澳大利亚在世界杯历史上总共已经打入了3粒乌龙球，并列历史第2多。排名第一的是打进4个乌龙球的墨西哥，然后是摩洛哥3个，瑞士3个。而打到现在，亚足联的球队已经不能算强势了。第一轮过后，等到强队逐步缓过来，现在老 K 唯一有点信心的还是只有日本，只有韩国。这里多说一句，今天赛后波切蒂诺也谈到了，最近的每场比赛在球员补水期间，观众总是习惯性的发出嘘声。但是波切蒂诺说，就今天的情况而言，我个人是非常同意设置补水暂停的。我同意这个规则的原因是，对于场上的球员来说，这确实是一场体能消耗异常巨大的艰难的比赛。你要考虑到今天是在夏天中午12点的一座露天球场里比赛，天气真的非常炎热，体感温度更高，所以这种短暂的休整非常必要，有助于双方的球队恢复必要的体力，并且可以尝试让他们在后续时间继续展现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我认为补水暂停是绝对有必要的啊。那么老 K 多说一句，波切蒂诺这种名帅选择现在这种跑轰型的打法，也是将这一次杯赛补水暂停的改革最大化的利用到了极致，所以真的是聪明，真的是 smart。 那么历史上美国队在世界杯已经第5次收获了乌龙球，超越了德国和意大利，仅次于法国。法国在世界杯一共6次收获了乌龙大礼。还有今天比赛出现了特别有趣的一幕，也是看了几十年的球，老 K 第一次看到，主裁判在补时阶段第93分钟竟然突然抽筋了，搞得澳大利亚队员帮他压腿，这也让比赛被迫暂停了2分钟。好在第4官员非常懂事，冲刺的速度跑上来给他送上了补给用水，最后竟然因为主裁判抽筋的原因，比赛又多补了2分钟。而且今天的补给用水不知道是不是红牛特饮，小小的一瓶神神秘秘的，喝了就不抽筋了。那么另一方面，主裁判今天出了7张牌，是本届世界杯到现在为止单场最多的一次。而这一次美国、墨西哥、加拿大3个东道主前面2轮5胜1平，墨西哥、美国已经出现，加拿大的形势也一片大好，所以每届世界杯东道主的优势确实特别大。因为对世界杯的投入太大，所以东道主一般会提前很多年就会倒牌计划，不仅是选好主教练，对球员的培养，包括国青队的培养，甚至有些国家例如卡塔尔还会提前10年开始规划球员。好，那么今天美国队也在队史上第2次拿到了世界杯2连胜，上一次还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而亚洲球队澳大利亚、卡塔尔、韩国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杀，净负了0-9。好在韩国队首战2-1击败了捷克，依然还握有出线的主动权。所以之前抽签的时候，国际足联和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在自己的小组挑选了亚足联的球队，那还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另一方面，裁判也真是黑呀。新球迷也许没看过02年当时韩日世界杯主裁判的表现，但今天的美国在禁区里面打排球抱摔，最少可能逃了2个点球，这还是在如今 VAR 时代，原来还能这么玩的吗？所以再想想老 K 刚才说的川普带来的美国国运，那内容也是很丰富的，不是简单的只有你以为的运气而已。最后10几分钟，主裁判除了亲自解围以外，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包括自己抽筋卧槽。但虽然有主场哨，还不至于影响到比赛的走势。那么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了7粒乌龙球，仅次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这美苏2国过去的冷战好抢，在他们的土地上举办世界杯，这风水也是有说法的。
今天最有画面感的是赛前，在美国国歌结束以后，多架军用直升机飞越了西雅图体育场，这样的现场噪音、主场的气氛，美国式的爱国仪式感，确实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强烈的压迫感。从直升机飞过那一刻起，澳大利亚就已经知道这会是一场硬仗。而赛前，西雅图周边所有的酒吧很早就聚满了美国的球迷，现场测到接近120分贝的噪音。还有美国队的亚里克斯·弗里曼，他是本届世界杯美国男足的核心的右后卫和战术上的骑兵。年仅21岁，他不仅是球队中最年轻的首发球员之一，而且他的身体素质太惊人了。大家能看到他的防守覆盖有多广，还有关键时刻的前插得分。他是今天赛场上最耀眼的新星。但冷知识，弗里曼的父亲是过去 NFL 的传奇外接手安东尼奥·弗里曼。他老爸曾经在1997年随 NFL 绿湾包装工队夺得了第31届超级碗的冠军，而且在联盟中留下了经典的达阵。所以作为橄榄球名将之子，亚历克斯在母亲和他继父的鼓励下，最终选择了更热爱的足球道路。但这个身体素质大家也看到了，这可能是世界上首个同时拥有超级碗的达阵，同时还有世界杯的进球，伟大的父子组合。什么叫虎父无犬子，真是具象化了。那么今天第84分钟，伊兰昆达在美国禁区内的倒地，裁判没有给点球。而上半场第39分钟，弗里曼和恩斯特勒头部碰撞，这导致比赛中断了几分钟，两个人还接受了脑震荡检查，幸好看起来都能继续。最后咱们说一下冷知识，国际足联为什么要安排今天45岁的德国裁判茨瓦尔呢？咱们不说阴谋论因为老 K 从来不信阴谋论。但是茨瓦尔的职业生涯一直是在假球丑闻的阴影中。2004到05赛季，德国足坛爆发了2战以来最大的假球丑闻，核心人物是德国低级别联赛的裁判罗伯特·霍伊泽，他收受了克罗地亚赌博集团的贿赂，通过操纵比赛谋取暴利。而在案件的调查中，当时还只是年轻助理裁判的茨瓦尔被卷入其中。他曾经在一场比赛中接受了霍伊泽300欧元的贿赂，而且没有能及时向德国足协上报。不过后来德国足协的官方调查说没有证据表明茨瓦尔在比赛中有过实质性的判罚作弊来改变结果。但其实更关键的是，茨瓦尔本人和另外的几名裁判随后向德国足协揭发了霍伊泽的罪行，当了污点证人，这也成为了摧毁整个假球集团的关键转折。但是呢，因为收受了没申报的款项300欧元，德国足协还是对他处以了6个月的禁赛处罚。又由于他是案件的重要举报人，这个处罚在德国足协保密了很多年，直到后来才被德国媒体披露。但随着茨瓦尔重返赛场，一路晋升到德国顶级联赛德甲，甚至到了国际赛场，那么他早年的这段黑历史就被足球界的人士所诟病。2021年12月，当时德甲的焦点战，多特蒙德2-3输给了拜仁。那一场的主裁判正是茨瓦尔，他当时做出了好几次对多特蒙德很不利的判罚，包括拒绝判罚多特点球，随后反而给了拜仁一粒点球，引发巨大的争议。那时候现在皇马的球星贝林厄姆正效力于多特蒙德，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情绪激动，直接公开炮轰茨瓦尔，原话是：你把一个有过假球前科的裁判安排在德国最重要的比赛中，你还能期待什么呢？这番言论，贝林厄姆最后直接被德国足协罚款了4万欧元。但是多特蒙德俱乐部和高层都站出来力挺贝林厄姆，表示他只是陈述了事实。所以老 K 不说阴谋论，只是说从我个人的观点，为什么今天东道主美国的比赛会安排他？今天除了下半场点球的漏判，茨瓦尔今天甚至拒绝亲自去场边复核一下 VAR。 还有今天美国后卫安东尼·罗宾逊已经身背了1张黄牌，可是在球权争夺中手臂是明显挥打到澳大利亚中场球员的脸上，导致澳大利亚的沃尔帕托倒地接受紧急治疗。这个时候主裁判茨瓦尔对澳大利亚球员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安东尼·罗宾逊这种情况下竟然没有拿到第2张黄牌。所以哨响后，澳大利亚的主教练波波维奇直接冲进场向茨瓦尔进行激烈的言语对峙。因为老 K 踢过球，老 K 也当过教练，所以我知道裁判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影响一场比赛的结果的。球迷可能看得还不太确切，但球员和教练是最清楚最能感受到。
所以联想到茨瓦尔为什么在比赛结束前都补时阶段，却突然的严重肌肉抽筋呢？我宁愿相信这是足球界的上帝在警告他，在警告国际足联。你因凡蒂诺跪舔川普，给他发什么和平奖也就算了，神圣的90分钟的足球比赛，你能这么搞吗？ OK， 墨西哥1-0战胜韩国，这场比赛相当的可惜。首先老 K 要说，墨西哥和日本队一样，都是技术极好但身体稍有欠缺的球队。过去多届世界杯，老 K 一直是墨西哥队的球迷，就跟支持日本队一样，我非常清楚他们的联赛充斥着各种东邪西毒一样的主教练，各种先进前卫的战术。而墨西哥球员的技术之独特之好，过去布兰克的蛙跳过人，你想一想。但今天韩国队的实力其实不弱，只是因为门将金城奎出现了巨大的失误。这个球呢，门将在落地的时候拿手撑地，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本能，但前面有个自己的队友在，所以脱手了。当时丢球的一瞬间，门将在极度沮丧的情况下，第一反应是指挥后卫队友，但赛后他也明白这是自己的问题。其实这种情况很特殊，门将也许只有一种选择才能保证球不脱手，就是拿到球下坠的一瞬间，立刻用膝盖去顶队友的后背，这样能够完全避免下坠带来的惯性导致球的脱手，只不过代价可能是队友会受伤。所以这种情况下，后卫和门将的沟通很重要。门将如果喊了自己来接这个球，后卫最好就让开，而不是傻呆呆站在那儿。另外，本场比赛很有意思，在比赛2天前，当时韩国队正在基地里面进行关键的备战。就在球队热身的时候，韩国队的安保人员发现有一架没有注册的无人机飞入了营地上空，于是驻扎在附近的墨西哥军方和国民警卫队迅速出动，使用了电子信号干扰的技术，迫使无人机降落。虽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但是当安全人员赶到的时候，2名操作无人机的外籍男子已经抢先一步回收了残骸，立刻逃离了现场。好在无人机出现的时候，韩国队只是在热身，并没有战术的演练。但是韩国足协已经向非法提出了投诉，当地警方也在立案调查。还有与此同时，韩国媒体的记者对队长孙兴敏的宾意的贬损的言论引起了韩国国内的哗然。另一方面，对面墨西哥的主教练阿吉雷曾经在西甲的马略卡时期和韩国中场核心球员李刚仁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阿吉雷甚至说李刚仁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不过到了比赛场上，双方还是剑拔弩张。刚刚开场4分钟，李刚仁就因为一个极具侵略性的防守动作被主裁判直接出示黄牌。另外，本场比赛因为是在墨西哥，所以爆满。在天时地利人和下，墨西哥通过第50分钟的门前捡漏，终于1-0力克韩国，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1轮锁定了小组的出线权。而韩国队输掉这一场，最后一轮就只能和南非去打生死战。他们必须立刻在战术上要做出修正。首先在中场要增加能够向前直塞渗透的出球点，要激活李刚仁在中路的战术组织，避免他在边路频繁地陷入无谓的身体纠缠。第二，南非队在对阵捷克的时候展现出很好的身体对抗的硬度，所以韩国应当缩短锋线回撤接球的距离，增加像曹圭成这样强力中锋在战术方面的权重，要通过更直接的高空的压制，还有对第二落点的争夺，这样才能够撕开对手防线，把晋级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而孙兴敏继上一场对捷克6次射门只有1次射正，还错失了致命的单刀，9次丢失球权。这场对墨西哥打了57分钟，射门0次，表现确实令人失望。媒体已经越来越多的呼声呼吁将他下放到替补席，年龄大了，身体机能下降，也许孙兴敏真到了该让贤的时候了。而墨西哥与韩国在世界杯3次交手取得全胜，不仅是韩国，所有的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对墨西哥是6战全败，可谓是一种血脉的压制。但在老 K 看来，更重要的是墨西哥确实技术太好，他们也许就只怕身体流的欧洲球队、非洲球队，但是技术层面可能就是天克亚洲队。所以亚足联的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开局6场不败的情况下，随后就遭遇了5连败。这就是足球最忌讳半场开香槟。所以也是可惜啊，韩国队因为一个意外输了球，除了那个失误以外，全场5-5开，也算是拼到最后一刻，两边都踢得有来有回，双方的门将扑球也很精彩，但墨西哥还是以0张牌的代价拿下了这场比赛。战术方面，墨西哥主教练阿吉雷因为主力中后卫蒙特斯在第1轮被红牌罚下，被迫对防线进行了重组，
他将防守中场阿尔瓦雷斯撤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和巴斯克斯搭档。中场呢又非常的务实，选择了拼抢更积极、攻守更平衡的路易斯·罗莫首发，而将组织核心阿尔瓦罗·菲德尔戈放在了替补席，而且也没有让17岁的天才中场莫拉首发。韩国队洪明甫这边排出了极具压迫性的3-4-3阵型，中场依靠黄仁范和白胜浩的双绞杀，试图要通过中场的高强度紧逼，切断墨西哥前场3人组的进攻的补给线。但是一个意外的丢球彻底打乱了洪明甫的赛前部署。韩国队在失球以后迅速变阵，换上了黄喜灿、吴贤奎、严志兴，用这些生力军试图强攻2翼，而阿吉雷沉着应对，派上了防守型中场皮内达、瓦尔加斯，将阵型收缩，彻底切断了韩国队正面的渗透空间。从比赛数据看，韩国队在很多进攻指标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墨西哥拿到一个进球之后，依靠极致的门前防守，还有门将朗赫尔在第87分钟史诗一般的双重扑救，还是笑到了最后。韩国队的预期进球值 XG 达到了 0.91， 墨西哥则只有 0.53。 韩国队创造了3次绝佳机会，墨西哥是2次，可惜墨西哥门将朗赫尔贡献了100%的扑救成功率。摆在洪明甫面前最大的问题，孙兴民怎么办？怎么安排？如果过度迷信他的个人突破，但是在对手落位稳固的低位防守面前，孙兴敏的速度优势完全无从施展。所以这场球的关键的战术细节，墨西哥队用前场逼抢和较高的防线限制了韩国后场的出球和身后的冲击。而韩国队也不是没有计划，只是在进攻进入了禁区内部区域的次数和质量严重不足，最后只能通过一些冲击制造险情。教练的决策上，阿基雷更务实，没有将墨西哥推向高风险的对攻，而是接受比赛很沉闷，空间很有限，就等待韩国后场的一次错误。而洪明甫就很可惜啊，韩国只是在门将和后卫的沟通上付出了代价。好，加拿大6-0卡塔尔这场比赛，球虽然赢了，但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发生了。加拿大中场球员科内遭遇了严重受伤。这位24岁从萨索诺俱乐部租借到马赛的顶级全能中场，他本来是加拿大队主教练马什在战术上面不可替代的攻防转换枢纽。第一场打波黑的比赛，他就在中路完成了各种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多次无球的摆脱，可谓是全队的战术支柱。可是在下半场第52分钟，他被卡塔尔的马迪博踢伤，腿严重变形，马迪博直接吃到红牌被罚出场。如此一来，加拿大虽然拿到了队史在足球世界杯中的第一场胜利，但代价太大。这个球卡塔尔球员的动作就跟缺心眼一样，能碰到球吗？直接就把身体扔过去了。在比赛中替换科内登场的中场萨里巴，他在进球之后举起了科内的球衣。赛后他说，我只想为他做点什么，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我们不会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继续若无其事的庆祝。我当时真的没有任何庆祝的心情，脑子里想的全部都是科内，我的队友。现在最新消息，科内已经接受了手术，他的伤情最终被确诊为腓骨和胫骨全部骨折，最少会缺阵4到5个月。加拿大球员邦比托赛后谈到，赛后我们在更衣室里，教练提到科内的时候就落泪，他哭了啊！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伤病，我知道那有多痛。科内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们会非常想念他，我们必须让他感到骄傲。科内在重伤退场的时候，口中还含着绿色的物体，这是 Penthrox 止痛吸入剂，是一种通过吸入使用的速效止痛药，通常在创伤或者严重的伤病情况下才会使用。科内当时使用这种药物，立刻就加重了大家对他伤情严重程度的担忧。果然，最后是最坏的消息。科内在重伤以后甚至面不改色，这个球员真的太硬了。可现在科内受伤以后，加拿大队以后的战术怎么安排？尽管效力于安德莱赫特的萨里巴在登场以后，他也有一粒精彩绝伦的直接任意球，还送出一记助攻，但他的球风偏向于传统的防守型组织中场，而在身体对抗的深度，在中路防守拦截的半径，以及带球向前推进纵深的速度方面，萨里巴和科内相比都有明显的短板。现在加拿大队和美国队的比赛相当的依靠身体，相当的依靠运动能力，而萨里巴非常容易遭到对方身体流中场的针对性的绞杀。还有科内缺阵，那么另一位中场的主力波尔图的欧斯塔基奥，
他接下来在高强度的比赛中就很难再频繁的前插，而必须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防守，位置也要后撤，这也会直接削弱加拿大在中场进攻3区的局部传导还有2点球的控制。甚至主教练马什可能被迫放弃本场比赛大获成功的双前锋4-4-2的体系，转而重新启用3-5-2-5-3-2或者4-2-3-1这种防守更为厚实的中场阵型。所以加拿大队随后的比赛可能需要极大的依赖他们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戴维斯在左路个人超强的突击能力，也许能够对冲科内在中路不在的损失。现在 B 组第2轮交锋已经结束，加拿大队在积分上追平了欧洲劲旅瑞士队，而且正6个净胜球优势，力压瑞士正3个净胜球，已经强势登顶 B 组的积分榜首位。接下来对阵瑞士，加拿大只需要在温哥华守住1场平局，就能够拿到 B 组第1，这样也就能在接下来的2轮淘汰赛32强和16强战拥有继续留在温哥华本土作战这也是无可估量的主场优势。那么瑞士队由于净胜球落后，他们如果想拿到小组第1，最后1轮必须客场全取3分击败加拿大，这种必须要攻出来的心理压力也将使得瑞士很难在比赛中采取防守反击的姿态。那么瑞士只要攻出来，加拿大队的布坎南、沙菲尔伯格这些边路的快马就能够进行快攻反击。而卡塔尔队呢，吞下了建国历史上在世界杯决赛圈最惨烈最屈辱的一场惨败，2场比赛过后仅积1分，净胜球是可怜的-6。那么最后1轮对阵波黑，如果他们能拿到1场大胜，依然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晋级。而第2轮韩国0-1输给墨西哥，卡塔尔又0-6惨败，亚洲球队没能改写自己过去在世界杯面对东道主极为糟糕的历史战绩。从86年到现在一共是5战全败，总共丢了17个球，而且1球未进。今天有意思的是，两队替补席教练组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两队的主帅洛佩特吉和马西当场发生争吵，甚至连握手的礼仪环节最后都省略掉了。比赛结束的哨音一响，卡塔尔主教练洛佩特吉立刻上前找到加拿大主帅马西，当时马西正和球队一起庆祝这场6球的大胜，完全无视了洛佩特吉，因此感觉遭到了无视的洛佩特吉随后立刻当场争吵起来。但其实这里面有个前提，他是非常不满卡塔尔的替补席和教练团队，在当时马迪博对科内犯规以后，科内如此重伤，却公然表现出缺乏同理心的行为。马什说，卡塔尔的整个教练组在场边大吵大闹，仅仅是在抗议红牌的判罚，甚至试图在科内痛苦惨叫的时候还想挑起肢体冲突，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是极其令人难堪的。所以赛后还有加拿大球员冲向了卡塔尔替补席，质问他们是不是存心废人呀。而卡塔尔队在惨败之后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寸土不让，两边迅速从口角升级为肢体的冲突。接着教练组又加入了战团，好在双方还有不少的工作人员保持着理智，极力的劝阻，冲突才被平息。而对勒佩特吉来说，今天这场比赛2个球员被红牌罚下，确实比赛太难打。那么关于加拿大国家队这次的比赛打得这么快，这里老 K 说个故事，冷知识。其实从25年开始，他们的备战内容已经高科技化。加拿大启用了一套专门为球队量身打造的 VR 程序，在 VR 的世界里面，球队希望提升球员的反应速度，更快更好地执行主教练所要求的快节奏足球战术。在 VR 世界的训练开始以后，有不同图案的圆形标志接连出现，球员需要将圆形匹配到正确的一侧，同时准确地按下控制键的按键。举个例子，如果是空心圆球员就要把手往反方向移动才能完成任务。这套程序会自动追踪你的眼球运动，还会通过移动圆形的位置来故意干扰球员，而且你不仅要全部做对，还要速度奇快。据体验过这套系统的记者说，训练完之后感觉是一股肾上腺素传遍全身，后来回到酒店电梯里，感觉按电梯的按键的速度都快了不少，甚至回到房间以后完全坐不住，那种兴奋感要过了好几个小时才慢慢的消散。所以这种快，这种兴奋感正是加拿大队通过 VR 训练希望球员获得的。而这套 React Neuro 的 VR 程序是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亲自为加拿大队搞的。许多球员最后都说这套 VR 训练确实有帮助，潜移默化的可以改变你。你要不断的转身观察余光的视野，
做这些 VR 训练就像是在练习这些能力一样。我觉得这套程序真的能帮我在场上需要回头观察、扫视周边的环境，留意身边的情况。而这套系统在美国、北美的许多运动队，例如新英格兰爱国者、波士顿棕熊、波士顿凯尔特人都在用。而且加拿大队这些球员回到各自俱乐部后，还在继续的用 VR 训练。他们都感觉只要早上做了 VR 训练，那么一天在俱乐部的训练表现都会更好。而任何一点点的表现提升，最终都能帮助加拿大实现在本届世界杯的目标。所以北美体育已经用科技武装到牙齿。好，说回今天这场球，加拿大主教练马什，他在赛前进行了非常有勇气的战术修正。第一轮打波黑，单前锋乔纳森·戴维孤立无援，所以马什果断变阵4-4-2双前锋，利用拉林的身体对抗和禁区压迫，给乔纳森·戴维腾出2点球的活动空间。而核心球星阿方索·戴维斯虽然进入了大名单，但为了对阵瑞士的终极决战，仍然让他在替补席待命。今天由于卡塔尔的2张红牌，最后加拿大的控球时间达到了惊人的 78.8%， 可谓是彻底剥夺了卡塔尔人踢球的权利。他们的高位防线和令人窒息的逼抢，全场在卡塔尔禁区内完成了惊人的97次触球。这个数据刷新了自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以来，单场比赛一支球队在对方禁区内触球次数的最高历史记录。而仅仅在上半场，加拿大全队就轰出了8次射正，这追平了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在对阵阿尔及利亚创下的世界杯半场射正次数的最高纪录。而乔纳森·戴维终于拿到了帽子戏法，成为了历史上首个在世界杯决赛圈上演帽子戏法的加拿大籍球员，而且也是1966年英格兰传奇球星赫斯特在本土世界杯决赛戴帽子戏法以来，首位在本土的土地上完成世界杯帽子戏法的球员。这一场比赛攻入6个球，成为了继1978年阿根廷6-0横扫秘鲁队以来48年了首个在单场的世界杯决赛圈打进了6个进球的东道主国家，同时也让卡塔尔队沦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单场比赛吃到2张红牌的亚洲球队，而且自1966年以来，世界杯历史上第3次出现在比赛开赛的前60分钟就有2名球员被直接红牌驱逐。卡塔尔他们的问题是在11个打11个的时候已经很难把阵型推出去，第33分钟罚下一个少一个人，于是内部区域不断被加拿大冲击，第51分钟再少一个人，洛佩特吉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球队只能被动防守。唯一踢得有点质量的球员只剩阿菲夫，他曾经有在门线附近的关键解围，但是全队只有极少的进攻，根本没有射正，阿菲夫完全不可能改变比赛。老 K 一句话总结，卡塔尔队上半场白给直接崩盘，下半场又废了对方的人，客观讲他们踢出了亚洲球队在世界杯最差的一场比赛。好的，老 K 所以最喜欢讲这些球星幕后的故事。每一个人在场上只是球员，但到了场下，他们都是别人骄傲的儿子，别人家里的男朋友、老公，他们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甚至是普普通通的父亲、爷爷。所以希望您动动小手指，点赞、热推、分享和评论，感谢。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